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王真。马云回来了，但这一次他不只是为了阿里，而是直接牵动北京的权力风向。要知道，这位曾经的中国富豪4年前因为一句顶撞监管，被习近平一夜掀翻棋局，蚂蚁上市梦碎，阿里成了民企寒蝉的标靶。那之后，马云消失数月，直到去年才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当着习近平的面鼓掌握手，这一幕被外界视为重获放行的信号。如今在经济寒冬 AI 被当作救命符的时刻，马云突然杀回阿里大本营，重新插手核心决策，这是回归还是交易？是阿里的翻身豪赌，还是习近平套牢马云的另一场权谋？据彭博引述知情人士，阿里内部留言板赫然出现一行字 MAGA Make 阿里巴巴 Great Again， 让阿里再次伟大。熟悉美国政治的人立刻会心一笑，这不是川普的口号吗？但被马云借用来当旗帜，意味着阿里要打一场翻身仗。知情人透露，马云的影响力已经开始渗透到公司关键决策，比如阿里最近拍板500亿元人民币补贴，直接应对京东杀入外卖市场的挑战。这一切正是因为马云在背后强烈推动。外界可能以为马云只是挂个名号而已，但实际上他的参与细到让高层紧张。他要求每一个 AI 项目进度都必须向他持续汇报。他甚至在1天内给一名高级经理连续发了3次讯息，催问进展。看来这位现年61岁的创始人显然还没有打算退休去钓鱼。阿里内部士气确实因为马云回归而提升，有观察人士直言，马云就是阿里最大的公关、最大的形象、最大的偶像。马云回来就等于大老板没问题了，这就是给员工打鸡血。然而现实比鸡血残酷得多，阿里当年85%市占率的辉煌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。在电商领域，淘宝、天猫的市场份额被拼多多和京东抢走，外卖、零售新业务长期亏损，饿了么被美团碾压，盒马鲜生也陷入收缩。阿里云内部错失黄金时机，被腾讯、华为甚至后起之秀字节跳动超越。所以马云想让阿里再次伟大，不只是打补贴战，想必马云还要亲自督促，要求阿里必须重回第一梯队。马云回归的第一波大动作来了，阿里巴巴近日宣布发行32亿美元的零息可转债，该债券到期日是2032年9月15号，到时可以转换为阿里在美国挂牌的股票。这是今年全球最大的一笔同类融资，阿里要把这笔钱砸在云端和 AI 上，要在云端业务杀回来。阿里自己放话，这笔钱的80%都会砸进云计算和 AI， 剩下的20%则用来加码电商主业，特别是补贴战和效率提升。说白了，就是2条腿走路，马云拉增长，电商保地盘。消息一出，市场立刻有反应，投资人出现疯抢趋势。投资人为什么捧场？路透社分析认为，该债券转换溢价幅度为30%左右，转不转股都不亏，属于稳赚型投资。而阿里在香港和美国的股价今年整体涨势飙升。别忘了，阿里是有 AI 梦的，承诺未来3年要投3800亿人民币到 AI。在上一季财报里， CEO 吴永明就直接放话，我们在 AI 的投资已经开始产生实质成果。虽然电商、物流等传统业务增速放缓，但云端收入还是扛住了场子。马云回归后的阿里真的在上演一场让阿里再次伟大的豪赌。市场和投资人给面子，阿里巴巴赚到一笔32亿美元的意外之财，结果带动香港监管机构开绿灯，允许公司用发行债券的钱来回购自家股票，提振股价，回馈股东。这些利好消息，阿里准备在 AI 和云计算上再次伟大一把了。马云的这次回归，官方尚未公开他的任何正式身份，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北京已经正式点头，但外界普遍把马云的现身解读为
中国科技产业或重新获得政府青睐的新风向。在北京鼓励用 AI 拉动经济的大背景下，马云选择跟上压住 AI，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顺势而为。而马云的回归并不是突然冒出来，而是做了一步步的热身铺垫。2023年，阿里主席蔡崇信和 CEO 吴永明接管大盘，马云表面隐身，转为幕后关注。去年年底，马云参加了蚂蚁集团成立20周年的活动。在活动上，马云表示，我不是为蚂蚁过去的20年而来，而是为了蚂蚁未来的20年而来。今年年初，马云曾在阿里云新财年启动会上发表演讲，高科技绝不仅是征服星辰大海，更应该呵护人间烟火。科技人员的责任不是让 AI 取代人类，而是让 AI 更懂人类，更好地服务人类。今年2月，马云出席习近平主持的民营企业座谈会，对着习卖力鼓掌，并且和习握手。这一握被外界普遍解读是北京放行的信号。这位曾被边缘化的民企教父，可能正在借着 AI 拉动增长的国家战略，重新获得中央的认可。而马云为了活着，也需要为习近平站台捧场。两人从彼此的眼中钉迅速化敌为友，抱团取暖。4月10号，马云现身阿里云古园区，他身穿阿里云15周年纪念衫，与员工热情挥手互动。风清扬的新版工牌格外吸引眼球。5月9号，马云出现在阿里总部湖畔小屋，亲自鼓励员工要持续创新。7月17号，有网友在杭州西湖夜游时偶遇马云骑车，影片火速传开。到了8月19号，马云时隔6年重返荒漠，探访蚂蚁森林第464号林，与植树工人边走边聊。从北京到杭州，从总部到荒漠，马云这些公开露面都是在预热，在向市场和员工传递一个信号：我还在，阿里还能打。阿里曾经是被修理的样板，马云也成了民企寒蝉效应的最佳注脚。阿里和马云曾经是引擎，后来被打压，需要时又被拉回舞台。如今在经济寒冬里，马云强势回归，去打一场硬仗。问题是，这一次他真的能让阿里再次伟大吗？还是只能演一场孤勇的自救？时间倒回到2020年，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的一番炮轰监管言论，直接把自己推上风口浪尖。结果，史上最大募资蚂蚁集团 IPO 被一夜叫停，蚂蚁不再姓马。从阿里一路走衰，背上天价罚单，支付宝被共产，市值一泻千里。马云本人消失数月，直到后来才以农村教育慈善家的身份，断断续续出现在公众视野。简单说，阿里成了被修理的样板。一场由马云主导的金融盛宴被习近平掀翻了桌子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表面原因是因为马云嘴欠，到处放炮；深层原因是他被传是江派人马。马云的事业起步于江泽民当政时期，成长于江泽民当太上皇的时期。马云如果不在江派的保护伞下，向江泽民等权贵家族输送丰厚的利益回报，他的金融王国又怎么可能茁壮成长？据媒体报道，马云创办的阿里巴巴集团股东包括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、前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、前中共政治局常委、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之子贺锦雷、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之子刘岳飞等。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江派人马。华尔街日报曾援引知情人士透露，习近平最后发现，在持有蚂蚁集团股权的层层不透明投资工具的背后，也是一个由江派权贵后代组成的小圈子。所以习近平不会让马云变成江派在金融市场上圈钱的白手套。所以民营企业家的生存压力在中国从来都不只是生意冷暖的问题，更多时候还牵涉到政治气候。政治风向一旦转变，整个企业可能瞬间陷入生死劫。马云就是最典型的例子，他面对的不是单纯的商业竞争，而是赤裸裸的政治风险。对中国的民企来说，会赚钱远远不够，还得会看风向。7年以来，马云的身影再次频繁出现，
他这回不再只是乡村教育代言人，而是重新插手阿里的核心决策，带着公司试图争回主场。前面讲了，在 AI 战场上，阿里宣布加马云业务。马云本人多次在内部会议上催进度，要求阿里云必须重新站回第一梯队。在电商补贴战中，整合淘宝、饿了么、飞猪，成立中国电商集团，并推出100亿补贴。补贴力度之大，让市场重新想起当年烧钱换市场的阿里。在资本运作上，阿里美股和港股今年以来都反弹70%多，重新获得投资者信心。香港监管机构因阿里的动作，甚至放宽了可转债回购的规则，间接改变了香港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，影响深远。马云的回归虽然热闹，但挑战比以往更严峻。马云回来了，但他面对的是一个比以前更冷的市场、更凶的对手和更严的政策。面对经济寒冬、消费降级的大环境，即使阿里打补贴战，也难以重新点燃消费力。现在的竞争环境，对手更凶，拼多多、京东、抖音、华为都势头强劲，逼着阿里不得不加速追赶。民企的宿命是政策敏感度极高，中共对民企的态度向来是一放一收，需要你时捧起来，怕你太强时又压下去。阿里任何过火的举动，马云再踩到红线，不排除重演2020年的场景，再次引来当局的监管。马云也随时可能面临被2次修理的政策风险。从被修理到重出江湖，马云和阿里就像中国民企的缩影，曾经被打到跪下，如今被迫站起来争主场。但能否真正重回互联网霸主的宝座，还要看马云能否在这个经济冰河时代，带着阿里冲出一条生路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。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